白毛控，赛博孟德尔的培育大手，终究还是生下了这个红色框框，同样招致悲惨命的遗传疾病特质。Look， 看着丝滑的白毛，白皙的皮肤哦，我可真是太喜欢了。谁不喜欢白毛的世界呢？真美呀！哦，也就加15的恐怖值。大家看到我这血红的眼睛，不得不跪下，称我为这个恐怖大军呐。然而，这个特质算是最标志的这个眼皮肤白化病。众所周知，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且赋予他们黑色素，这样他们的子子孙孙的眼睛上的虹膜，终于可以通过锐利反射来呈现黑色、蓝色、棕色，没有黑色素折射导致的红色。很简单，虹膜和后面的这个视网膜的血管是红色的，那呈现的眼睛的颜色自然也是红色的。中学的生化告诉我们，人要吃肉，这样才能多多获取氨基酸，其中的酪氨酸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通路来合成黑色素。黑色素越多，人就越黑，听起来真是一件坏事啊，对吧？然而黑色素有这个抗紫外线辐射作用，想象一下，在火炉里40度的老天爷里，你展露的肢体与外面的紫外线亲密接触后，回家一看，这透红的苹果的皮儿，由于白化病人的酪氨酸酶，大部分病例这玩意儿是有问题的，没有黑色素，就等于凉爽的秋天，20度静谧的老天爷啊！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要依然担心这个紫外线的问题。如果把白化病人流放到赤道线的原始生态的几内亚岛，与其担心岛上的食人族把你做成肉串啊，不如担心这个太阳把你烤成这个皮肤 C 的培养皿呀。所以，不管是白毛还是黄毛的白化病人，出门必然是要戴好墨镜，做好防晒工作的。当然，墨镜还得调配，因为视网膜色素的缺失，大概率伴随眼功能的发育不全，眼球震颤、斜视、畏光，这都有可能。不过也不等同于失明啊，眼睛不好了不等于就是瞎子啊，更何况还有EB型的病人。这类病人只是这个酪氨酸酶老了，提不动刀了，还是能生产一些黑色素或者褐黑色素折中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即便是白化病，头发也不是纯白，有的时候沾点黄毛，对吧？当然在这里区分一下白癜风和白化病啊，人身上有黑色素，以及还有承载和合成功能的黑色素细胞，而这个白化病呢，是酪氨酸的原料无法转化成黑色素。那白癜风呢，是免疫系统非常讨厌黑色素细胞，99.9%黑色素细胞而成的黑人。放心，在免疫系统的机制作用下，99.9% 纯度的黑哥哥也逐渐会变成0.01% 纯度的白哥哥。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没了的迈克尔·杰克逊了。可以看到，白癜风的治疗思路就马上想的是免疫系统有问题，可以选择性的抑制。那白化病呢？不好意思，这是一款基因性疾病，比较稍微常见的 OCA-EA 型白化病。您的酪氨酸酶的活性，是阴性的，也就是说，工厂订单下来了，您这的工人直接整失踪，怎么生产黑色素呀？人家 OCA-EB 的病人，这工人就算是老，也还能干一点是一点。以及您的主诉的强烈需求好像真的不如其他遗传病还是看看隔壁的酪氨酸血症的孩子吧，同样是酪氨酸系列的疾病，人家可能出生就带有这个肝肾衰竭的危机了呀。所以，以上就是白化病的全部了，没有其他问题。是的，影响视力、影响美观，相比其他遗传病似乎也没有那么惨烈，不是吗？与正常人相比的话，当然除了非洲大区遭受的歧视性问题，比如当地人坚信白化病人可以治疗 HIV， 结果又马上获得 HIV 的离谱的事情。一切戴上你的酷酷的墨镜咨询一下多学科会诊的意见，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也许这个未来会好起来。OK， 我是百科全书，我们下期再见。